嗨，你好，我是玲玲。上期我有提到显花植物和蜜蜂之间的博弈，它们各有各的小心思，都把对方拿捏得死死的。而对于植物而言，除了花的博弈，还有种子的博弈。利用种子来繁殖的植物有很多，可以分为裸子植物和被子植物。裸子植物是种子裸露，外层没有果皮包被，例如松树、柏树、银杏树等等。而被子类植物是植物界当中进化最完善、种类最多、分布最广、适应性最强的种类。它的种子的外层是有果皮包被的。我们日常吃的水果，例如苹果、梨、西瓜，以及谷物像小麦、燕麦、玉米等等，都属于被子植物。总之，种子植物占植物群的很大一部分。如果说花粉是植物的配子，那么种子就是植物的小 baby。哺乳动物还得奶孩子，植物都是弃婴。请把自力更生打在弹幕上。种子作为植物的一种繁殖方式，它演化出了一个很妙的技能，就是休眠期，就是选择暂时不萌发。你让我发我就发吗？你以为我是笋吗？而是要在一个合适的条件下才会被唤醒。休眠期最大的好处就是，例如在夏季或者是秋季产生的种子，如果它们在冬季来临之前就发芽了，那么很可能它们熬不过冬天。而能够导致种子休眠的不仅仅是严寒，也可能是酷暑或者是干旱等等。所以说，种子的休眠期是一个非常机智的生存策略，它也可以避免这类植物的种子在同一时间集体发芽，这样即便是遇到了恶劣的环境，种子也不至于团灭。当然，不同的种子的休眠期有多久，因植物而异，有些种子也没有休眠期。目前发现的最古老的种子之一是在中东发现的2000年前的某种椰枣树的种子，并且还让它成功发芽了。为了让种子这个小 baby 能够顺利的活下去，它会携带一包养分。当然，不同种子携带的配方可能很不一样，有些种子的淀粉含量多一些，例如我们常吃的谷物，小麦、燕麦、玉米，还有这几年比较流行的藜麦。我顺便说一下，藜麦属于苋科，所以说藜麦其实不能算是谷物，但它的种子里富含蛋白质、淀粉和膳食纤维，而且看起来、吃起来都比较像谷物，所以就成功出圈了。有的种子呢，蛋白质含量比较高，甚至富含油脂，像我们常吃的坚果、杏仁、核桃、瓜子等等。就像很多哺乳动物出生就得尽快站起来一样，种子里面富含的营养就是它们在萌发的时候能够吸取的能量，这样小小的种子才能够顺利的成长为一棵幼苗。不同植物种子的大小可以差很多，像藜麦就很小，但是它很多，而有一些果实不大，但是种子却很大。但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牛油果的种子会这么大？主要是它挡着果肉了。这么大的种子里面富含营养，有一种说法是因为它们生长在雨林里，而雨林里的植物都长得非常的茂密。一颗小小的种子要拿什么东西去和成年植物竞争阳光呢？这个时候，牛油果种子里面富含的营养越多，那么就对种子来说越有利。这么大的营养包能够让这颗种子吃上好几个月，甚至更久，直到它能够成长得足够高，就能够独立的吸收外界的营养而存活下去。种子自带营养包的原因有了，那么开疆拓土就是它的使命。就像花朵需要靠蜜蜂这样的昆虫来协助授粉一样，种子也要依靠外力来把它们带到其他地方去生根。蒲公英是靠风来把它们带走的，而大多数的植物选择了动物来把它们带走，尤其是果树，把利诱这件事情发挥到了极致。人类应该是水果摄入最丰富的物种了。我们常见的苹果、梨、木瓜、芒果、蓝莓等等，它们的种子都是被果肉好好的包裹着。就像花朵会制造花蜜一样，水果的果肉也算是一种奖励，或者说是一种色诱。大部分水果的果实只有当它们成熟的时候，才会从青绿色变成鲜艳显眼的颜色，而只有在它最成熟的时候，它才是最甜的，这样才能吸引到足够多的动物来帮助它们传递种子。动物们得到了糖分，种子会被它们吃下去，带到另一个地方拉出来。果肉可以说是诱饵，但同时它也保护着种子，必须要保证它不会在吃下去之前被吐出来，或者是被搅碎。高手。为了防止这一点，有些种子就往奇怪的方向发展。我们可以从不同形态的水果上面看到种子的策略。第一个就是以多制胜，像草莓、无花果、火龙果这样的水果，它们的种子又小又多，你也只能吞下去。第二种就是要么太硬，要么太滑，像西瓜的种子就很硬，并且多，所以一个个嚼碎不如吞下去。而像百香果、西红柿这样的种子，它们外面有一层粘液，你根本咬不到它们，软的不行，软硬的，硬的不行就滑进去。而第三种就是让种子变苦，甚至有毒。知道苹果籽是有毒的可以打个1，我看看。很多水果当你咬到它的种子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其实它的味道并不好，甚至会有一股苦味。打咩呀打。像苹果、苦杏仁、梨子、李子、枇杷、樱桃等水果的籽和核是不能吃的，因为它们含有氰苷，水解后会产生有毒的氢氰酸，是剧毒，会引发中毒反应。所以在吃这些水果或者榨汁的时候，都需要把果核去掉。
你可能也听到过误食这些种子的中毒案例，主要是因为它们是嚼碎了或者是打碎了吃下去的，而且一般是要服用到一定的量才会引起中毒反应。如果是整个吞下去的话，不太可能引起任何症状，因为种皮会保护种子不受消化酶的影响，就和其他种子一样，一般是怎么进去怎么出来。种子为了达到它的目的是费尽心机，我们从一种果实的大小上也可以大致猜测出它们种子传播者的体型，有可能是鸟类或者是松鼠这样的小型动物，也可能是一些大型的哺乳动物。有些水果的种子过大，对人类来说是吞不下去的，但是对体型更大的动物来说，它们就不是问题。那种特定的动物可能才是这种种子的主要传播者，而有些果实长在的地方，可能只有某几种特定的动物才能吃得到。如果说这些动物灭绝了，也会直接影响这些植物种子的传递。而有些种子的命运，当它遇到人类开始，就像坐了火箭一样。例如小麦、燕麦、藜麦这样的植物，它们的祖先被人类驯化，成为了人类的主食。通过改良它们的品种，人类能够收获更大颗、更高产的小麦。人类把越来越多的时间花在种植这些谷物身上，并且把它们的种子带到了世界各地，所以也就有了人类简史里面提出的那个问题：到底是人类驯化了小麦，还是小麦驯化了人类？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内容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的话，求关注、求点赞、求转发，请你和我一起保持好奇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。